今天为大家介绍矩阵按键。首先打开 ID， 新建项目，选择 MCU， 为项目设置名字，设置时钟为80，设置计时器6，我用的是4×4的矩阵按键，一共需要8个 GPIO 引脚，分别是4个输出、4个输入。这里是矩阵按键的电路图，列设置为输出，行设置为输入。输出引脚分别是 PB6、PA7、PA6、PA5， 输入引脚分别是 PB10、PA8、PA9、PC7。输出引脚设置成漏级开路，输出低电平。输入引脚设置成外部中断，上拉电阻，下降延中断检测。现在开始设置。
这里要注意一点的是 ，STM32MCU 一共可以设置16个外部中段引脚，但是同一个数字只可以设置一个引脚为外部中段。比如说，设置 PA0 为外部中段，此时 PC0 不能再设置成外部中段。设置好后生成代码，添加相应的文件，打开 time.c 添加代码，打开 main.c 添加代码，尝试编译。现在来解释矩阵按键的代码。打开 Matrix Button.h， 定义矩阵按键的去斗延时、列和行的数量。定义矩阵按键结构体，存放相应列和行的 GPIO 端口和引脚号码。这样做可以方便接下来的编程和修改，稍后会再详细解说。定义矩阵按键的回调函数和矩阵按键的结构体函数，分别是初始化、获得按键的比特模式 bitpattern 和开始去斗。打开 Matrix Button.c， 首先初始化矩阵按键，这里除了传递回调函数外，还必须传递列和行的端口和引脚。由于引脚的数量会随着矩阵按键的大小变化，这里就需要用到可变参数的方法。在定义函数时，先写固定参数，再以3个点代表可变参数。这里固定函数指的是回调函数，而列和行的端口和引脚是可变参数。在代码里面用 VAList 作为可变参数的指针，用 VAStat 初始化可变参数指针。VAStat 的第二个参数是函数的最后一个固定参数，这里指的是回调函数。再用 VAAgreement 获得可变参数。VAAgreement 的第二个参数是可变参数的类型。最后再用 VAN 结束可变参数指针。第二个函数是获得按键的比特模式 bitpattern。
什么是必备邓？必备邓是每一个比特位代表一个事物的两个状态。比如说一个8位的变量，第一个位代表第一个按键，第二个位代表第二个按键，一直到第8个位代表第8个按键。所以一个32位的变量最多可以表示32个按键。1代表按键被按下，0代表按键没有按下。当读取按键的必备邓后，将必备邓清零。最后一个函数是开始祛斗，这里用计时器延迟50毫秒后，再来判断哪个按键被按下。如果音键有旁入电容负责祛斗，则不需要软件祛斗。检测到外部中断后，直接可以判断哪个按键被按下。现在来讲解如何判断哪个按键被按下。首先，当某个按键被按下后，外部中断会检测到下降沿，此时输入引脚为低电平。先将所有的输出引脚上拉回高电平，此时输入引脚也同时会变回高电平。为了确保输入引脚正确的回到高电平，这里必须读取输入引脚直到回到高电平。然后依次将输出引脚下拉低电平，检测输入引脚。如果也为低电平，则表示此按键被按下。然后更新矩阵按键的比特模式，再将输出引脚上拉回高电平。当所有输出引脚依次检测完后，将全部的输出引脚再次下拉低电平。由于前面的操作会使得外部中断再次检测到下降沿，为了防止再次进入中断，将所有的输入引脚的外部中断清零。因为之前用可变参数传入列和行的端口和引脚，所以这里可以用 for loop。这里可以用 for loop 语句输出引脚，而不需要写出每一个判断。当矩阵按键变大或变小时，都可以只改变传入的可变参数的数量和列和行的宏定义，而不需要改变 metric button.c 的任何代码，这样大大的增加了代码的可移植性。最后打开 main.c， 使能计时器，初始化矩阵按键，进入 for 语句循环，等待事件 event， 也就是矩阵按键事件。当外部中断检测到下降沿后，开始计时器祛斗。当计时器到达后，进入计时器回调函数，确认输入引脚为低电平，检测哪个按键被按下，更改矩阵按键的比特模式，再调用矩阵按键的回调函数。触发矩阵按键事件，读取矩阵按键的比特模式，同时打印出来。现在来看一下实际效果。
第一行分别是1、2、4、8。第二行同样也是。第三行，接下来最后一行，同时按2个按键，不同的行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希望你可以点赞、订阅及转发。如有任何疑问或是感兴趣的话题，可以在下面留言。我们下次再见。